Hello，大家好，我是胖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场无声的暴雨正席卷着我们这一代80后。这场雨，它来的时候悄无声息，没有电闪雷鸣，却能瞬间淋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把我们从头到脚浇个透心凉。这场雨，就是很多人正在经历或者担心的中年失业潮。我第一次听到80后这个词儿，还是在大学里。那是一个阳光特别好的下午，一个隔壁学校的文艺范儿朋友第一次跟我提起了这个标签。当时我心里就一个感觉，哇，这词儿也太酷了，它就像一阵自由的风，充满了洒脱和热情。我脑海里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和这3个字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可是一眨眼，咱们都毕业快20年了，职场的天空风云突变，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就成了那个被时代夹在中间，上下为难的三明治。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真的挺震撼的，说是在2024年，35到45岁这个年龄段选择灵活就业的人数同比猛增了217%。这里面有超过80%的人曾经都是公司的中层管理者。这些数字冷冰冰的，但背后却是一个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在时代的浪潮里变成了被拍在沙滩上的前浪。其实4年前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一家金融国企做市场营销总监，但我亲手斩断了那份在所有人看来都无比体面的工作。我不想再被那些叫做 KPI 的数字枷锁捆绑，不想再为了年终奖那点事儿在办公室里上演甄嬛传，更不想我的人生价值需要由别人来打分。这4年，我就像一只离巢的鸟儿，一点点的衔来树枝和泥土，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全新的窝。现在，我的平台连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位合伙人，我们一起给上千位像我们一样迷茫过的职场人和创业者赋能。我不敢说这有多么大的成就，但我的内心却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自由。至于钱，那反而是这趟旅程里最不值一提的收获。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跟所有80后的朋友们掏心窝子说几句，失业它本身真的没那么可怕，不上班咱们能走的路比你想象中要多得多。真正可怕的是你活在别人为你画好的那个圈里，活得太久太久了，久到你已经忘了自己本来是会飞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路走来，好像总是在被一个看不见的声音推着走。那个声音告诉你，房子是必需品，有了房子才算有个家。于是你咬咬牙，用未来30年的自由换了一本沉甸甸的房产证。那个声音又告诉你，高考是孩子唯一的出路，是跨越阶层的天梯。于是你心一横，把孩子天真的童年埋进了无边无际的题海里。那个声音还告诉你，那些闪闪发光的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是你在社交场上的战袍。于是你刷爆了信用卡，只为了在聚会时能昂首挺胸。可是你有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这些所谓的标准到底是谁定的？至少在我第一次听到80后这个词的那个下午，我心里想的是，我的人生剧本必须由我自己来写。那我们后来又是怎么一步步掉进这个由世俗编织的华丽梦境里的呢？它让我们追逐，让我们攀比，让我们沉醉其中，最后让我们难以自拔。直到失业这场大雨劈头盖脸的浇下来，我们才猛然惊醒，原来我们引以为傲的一切不过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假设之上，那就是工作会永远稳定，收入会永远上涨。而失业后所有的痛苦和迷茫，说白了，不就是因为你太习惯这种所谓的稳定了，以至于连一把伞都没有准备吗？可上班就等于稳定，这又是谁告诉你的呢？如果此时此刻你已经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间成了别人评价体系里的一个道具，那么恭喜你，这或许是你重新拿回人生主角身份的开始。其实失业本身带来的痛苦是一时的，真正折磨人的是失业后那种四顾茫然的无力感，那种感觉就像是
你突然发现自己活了30多年，除了上班打卡，好像什么都不会了。如果你正处在这种状态，请相信我，再去找一份工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咱们先不说，绝大多数80后在招聘市场上早就成了 HR 眼中又老又贵的奢侈品。就算你运气好，找到了新工作，不出5年，你极大概率还是会面临同样的困境，除非你能在这宝贵的5年里真正锻造出属于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然这5年时光流逝，人生可能真的就没什么指望了。你想想看，从你毕业到现在，不正是因为你只会听话上班，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吗？难道你还要在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吗？你现在真正要做的是立刻马上把社会塞给你的那套标准扔进垃圾桶，把你的思维模式从一个打工者切换成一个老板。哪怕你的生意只是一个小小的路边摊，但在这个摊子上你说了算，这才是唯一且正确的出路。当然，人活在现实里，上有老下有小，我们渴望自由，但不能为了情怀就不管不顾，那不叫成熟。那么人到中年到底要怎么做，才能避免人生这部车一路向下打滑呢？4年前，我放弃了奋斗10年换来的国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相信，在体制内待过的朋友都明白这4个字的分量。4年后，我连续几年都实现了超过100万的年营收。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我到底做对了什么。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去打磨一项能拿得出手的技能。过去这么多年，你肯定有1、2个爱好吧？记住，从现在开始，别再为你的爱好花钱了，而是要让你的爱好变成能为你赚钱的生产力。如果实在没有，那就赶紧去学一个。这个技能最好是市场上需求量大的。我给你指4个方向，这4个方向就像是能挖出金矿的大陆：财富、健康、关系和自我实现。财富，你可以想想怎么帮别人理财，或者做副业赚钱。健康，不光是减肥健身，还可以研究营养搭配，或者现在越来越重要的心理健康。关系，你可以做情感咨询，或者教别人怎么提高社交技巧。自我实现，这个范围更广，个人成长、技能提升都可以。第二件事就是拿着你的技能去市场上换钱。到了这一步，你千万别掉进一个学习的陷阱里，比如疯狂考证，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很多人就是卡在了这里，一直在闭门造车，提升所谓的专业度，却迟迟不肯把产品推出去卖。你现在要做的是赶紧做出一个能卖的东西，别总想着一步到位，做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先做一个粗糙但能用的最小可行产品，我们行话叫 MVP。 这就像你想开个饭馆，别先想着把5星级酒店的菜单都学会，先拿出你的招牌菜，做个拿手的小炒，看看大家爱不爱吃。你的产品必须能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越具体越好。比如你擅长健身，那就做一份7天就能看到效果的减肥餐计划，而不是一本大而全的健康生活指南。要让客户拿到手就能用，就像我们买家电，插上电就能用，谁有那闲工夫去研究里面的电路板啊？第3件事，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换圈子，这才是改变命运的第1步。当你想往上走的时候，千万别再用打工人的思维，一个人埋头苦干。这个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不在你的脑子里，就在别人的脑子里。这个阶段，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换掉你身边的圈子，别再跟过去的工友们天天待在一起了。他们只会教你怎么摸鱼，怎么消费，怎么娱乐，怎么在安逸中耽误自己的前途。你要想尽办法挤进创业者的圈子，去学习别人的商业模式，学习运营，学习营销，学习怎么获取流量，然后一鼓作气，尽快冲破年入100万这个分水岭。我刚从国企出来的时候，思维就特别狭隘。那时候要是有人跟我说谁谁谁1个月能挣10万，
我第一反应肯定觉得对方是个骗子，但后来我转念一想，如果月入10万是不可能的，那马路上跑的那些100万豪车，是中心那些1000万豪宅，又是谁在买呢？当我想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彻底放下了自己的那点可怜的骄傲，我开始臣服于当下，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靠近那些比我厉害的高手，去虚心请教别人的运营细节，去模仿别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创业第2年就突破了年入100万。人啊，真的是环境的产物，你就是你身边最常接触的5个人的平均值，无论是你的思维、认知、财富还是能力，都跳不出这个规律。创业这4年，我常常问自己，我当初为什么要辞职？为什么要创业？真的是为了钱吗？一开始确实是，但走到今天，我更加明白了创业对我来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它让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和自己欣赏的人打交道，让我不必再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勾心斗角，让我不必再戴着面具说违心的话。最重要的是，它让我可以骄傲地跳出社会给我设定的那个评价体系，它让我可以做回很多年前那个在阳光下第一次听到80后这个词时，心中所向往的那个自由、洒脱、热情洋溢的自己。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